给我一个足够长的木板和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你一定有听说过这一句话。有些人因为杠杆撬动了自己的第一桶金，迈向了财富自由之路；也有人因为杠杆搞到了倾家荡产。那我的一个朋友就因为上了某个房产课，刚毕业出来工作，就一次过杠杆买了10套房，结果房租cover不了这个房贷，24岁的他就这样破产了。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要使用杠杆，什么时候不应该使用杠杆？而投资当中的杠杆就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吗？那为什么还会有很多人硬要开杠杆来投资呢？那么今天这一支影片呢，我将会好好的来和你解答。杠杆简单来说就是借力使力的概念，你可以用杠杆自己的时间，杠杆自己的技能，杠杆你的人际关系等等，来帮助自己达成更多生活上的这个许多目标的。而在金融投资当中的杠杆意思就是透过借贷你多余的资金来获取更高的回报。比如说你打算买房，那么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是100万，那么首付呢你给了10万块钱，那么剩下的90%，也就是90万，你和银行贷款。那么虽然说这个首付看起来很像是你把这个钱给了去买房这样子，但其实这10万块钱它是贷款90万的抵押物来的。因为你在供房的期间虽然名字是在你名下的，但是房子是属于银行的，它是有权利收回你的房产的。那么这时候就等于开了10倍的杠杆，你用10万块钱就买下了这一个100万的一套房了。那么当房价涨了10%，也就是来到了110万的时候，假设你卖掉的话，那么这时候你的回报率是多少呢？给大家猜一猜。A few moments later， 没有错，不是10%，而是100%，因为你投入的资金只有10万而已，10万的获利除以10万的本金就是100%，这就是杠杆的魅力了。那当然，它是天使，同时也是魔鬼。假设今天房价从100万跌到了90万，那你这时候的亏损也就是100%了。而如果再跌到80万的话，银行是有权利让你补足抵押物的。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贷款买房就是稳赚的。一旦这个房价下跌的话，你就会感受到杠杆的压力。那么这一点呢，等下我会和大家来好好的解释一下。那我们先来看看在交易投资当中的杠杆是怎么应用的。就像是我刚刚有提到的杠杆买房的例子一样，杠杆呢，它就是借钱来投资的意思。那么既然借钱的话，那就需要给利息的。那通常在交易平台当中开杠杆要给的这个利息呢，就叫做隔夜息 （overnight interest）。那同样的，获利和亏损的风险也会跟着杠杆的倍数而提升的。比如说10倍、50倍、100倍，甚至是到200倍都有。如果你选择1倍的话，那就代表你没有开任何的杠杆，也就不需要给利息，获利和亏损都是跟这1倍的。那既然杠杆那么多风险，又要给隔夜息，那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在交易当中去用100倍、200倍的这样的杠杆来开呢？难道他们是想要致富、想要疯了吗？还是就喜欢当韭菜？那当然不是，他们是用了一种以小博大的方式去做交易。比如说，我给自己设定100块的本金，然后我去开100倍的杠杆，去购买一个资产，博它会升。那么这时候呢，我就等于拿100块作为抵押，去借到了1万块去投资某一个标的会升。那假设这个资产短时间内上升了3%，那么这时候我就等于赚了1万块的3%，也就是300块。但是呢，我的本金呢却只有100块而已，上升3%就可以赚到了300块了。我也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止损位，比如说下跌超过1%的话，那我就自动平仓掉，也就是1万块的1%就是100块，也就是自己的本金了。也就是说，我的亏损是有限的，但是我的回报却是丰厚的。这就是你在外汇交易当中常见的一个操作，因为相对来说，100倍的这个杠杆交易呢，是比较适合用在资产波动比较稳定并且有规律的市场，也就是呢上涨或者是下跌呢，可能都是0.0几%而已的那种。那刚好外汇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他们每一次交易呢可能涨个0.1%就可以收工了。那毕竟呢开杠杆是需要给这个手续费的嘛，所以呢也比较适合短线的交易操作。
对于杠杆交易有兴趣的朋友啊，那么 MyTrade 是一个不错的平台哦。这边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独特之处。首先呢，网页端呢它是支持 TradingView 的，那对于交易者来说非常的友好。在一些交易对里面，比如美元对日元是设有 GPT 功能的，会把24到36个小时的新闻汇成小文章，帮助交易者呢快速的整合资讯。第三呢是灵活杠杆，那与 MT4 和 MT5 不同 ，MyTrade 的每一笔交易呢都可以灵活设置杠杆，帮助用户呢更加优化它的仓位管理还有资金的使用的。那目前呢，对于新注册的用户，只要达到指定的条件，就可以获得高达$100的奖励了。那话说回来，为什么贷款买房明明给了首付，为什么还补缴这个抵押金呢？那用回刚刚买房的例子啊，房子的价格呢是100万。首付给了10万块，那么剩下的90万就是贷款。那假设今天的房价从100万跌到了90万，那这时候呢，银行还不会让你去补交这个抵押金的，因为假设他把你的房子给卖掉的话，会有90万，就可以完全抵消到你的这个贷款了。但是假设今天的房价如果下跌到80万的话，那他就会叫你缴钱了。然后这时候呢，银行就会打电话给你 ，Hello。Hello， 好耶！听说你的房子现在的价格只有80万而已哦。So， 那就怎样？我每个月都有准时交房贷啊。哦，是这样的，你看啊，假设啦，今天如果你突然还不起房贷的话，那假设我们今天把你的房子给收掉，然后拿去拍卖。万一拍卖成功的话呢，我们也只能够拿回80万罢了不。那关我什么事啊？你自己要借贷给我的，而且我每个月还贷的时候啊，都是有给利息的咯。Yes 的，那这个10万损失的风险呢，我们是不会承担的。所以啊，等下你得空的时候呢，就再打个10万块来补足你的这个抵押物啦。The fuck， 什么领棍哦？你不要仗着自己是大银行就欺负我们这种小市民啊！小心我把你投诉到这个国家银行那边去啊！妈的，这个服务这样烂，每次去银行做一点事都要我等到鬼死久。现在房价跌了还要我贴钱给你，我都没有听过这种事情啊！是的，根据法律呢，我们是有这个权利的哦。就这样啦，记得早一点打钱进来哦，不然的话我会把你的房子给收掉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啊，那如果房价再跌的话，我还会再打给你的哦。好了，就这样，拜拜。Hello， 喂。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贷款买房就是稳赚，可以稳稳的本金翻10倍。那我的朋友就是这样子搞到破产的。有时候房产的风险呢，是比起你投资股票、玩外汇、加密货币等等的还要高的，因为你投入的本金的基数相当的大，杠杆一来就是5倍以上了。所以呢，房产投资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一不小心呢，你的本金就不够，就很容易的被这个银行给收回了，也就是金融交易当中的强制平仓。总而言之，使用杠杆呢不一定就是坏事，适当的使用杠杆有时候还是非常的必要的，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继承1000万的遗产嘛。只要清楚了解自己所承担的风险，懂得设定止损点，并且呢控制自己的资金水位，那就没有问题了。稳定、历史悠久、低波动性的资产投资呢，是我们使用杠杆的一个指标。除非呢你想要一夜暴富，又或者是说倾家荡产。好啦，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对于杠杆的看法和科普，那希望呢对你有所启发。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